加沙地带进入平稳期，以色列继续向汉尤尼斯推进，俄乌方向的战事呢依然稳固，乌克兰或将迎来新一轮资助。继欧洲、亚洲发生战争之后呢，美洲或许也要引发战火。12月3号，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·马杜罗通过全民公投，将圭亚那、埃塞奎巴地区划归委内瑞拉的第24个行省。圭亚那总理已经表示，联系盟友做好了准备，第3场战争要来了吗？咱们一个一个看。在加沙北部，以军第460旅的战斗队在贾巴利亚地区和哈马斯交火，并突袭了一个名叫哈比桑的哨所，发现了隧道入口和武器仓库。以军在加沙城更多的是维持秩序，防止哈马斯通过隧道从此逃窜。更多的战斗呢，现在都集中在了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。以色列再次向加沙南部散播传单，内容和上次一样，还是让巴勒斯坦人继续向南移动。可以说，以色列政府的目的很明确，大兵就不说了。同时呢，以色列第98师继续在汉尤尼斯活动，从中部向南一点点的围剿哈马斯。不能说做到地下无哈马斯吧，至少地表面应该是清除干净了。但是大兵没有看到关于向哈马斯隧道灌水的后续报道，也许只是 IDF 虚晃一枪吧。在约旦河西岸，以军同样不敢放松警惕，虽然没有在加沙地带那样大面积的战斗，但时不时冒出来的治安事件同样拖住了以色列的部分军队。在以色列与黎巴嫩接壤地区，双方依然亲切地交换着炮弹。只要是黎巴嫩靠近以色列的城镇，几乎都遭受过炮火的洗礼，可战果竟然是0。这就好像2个人在打 CSGO， 一人一把满弹枪，等清空弹夹了，发现2人都是满血，这场面就很尴尬呀。知道的是打仗呢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放烟花呢。似乎黎巴嫩武装也看出了问题啊，最近2天减少了对以色列的轰炸，不过也可能是弹药问题，后继乏力。可他的示弱反而助长了以色列的气焰。打开地图一看，好家伙，以色列对着黎巴嫩的边境线挨个炮弹洗地，但明显战果不佳。不过对于以色列来说呢，这样的防守方式也很好，消耗库存炮弹还特别解气。南边的也门胡塞武装安静了，美国海军的震慑效果极佳。总的来说，中东国家只动嘴不动手的表现，刚开始呢可能会唬住以色列，但2个月已经过去了，以色列也不是吓大的，明白了他们都是纸老虎，所以这些软弱的表现反倒助长了以色列的攻势，真是还不如来点实际的干货。而另一边的俄乌战场如同冬天的坚冰一样，战线丝毫不动。当大兵拿到今天的俄乌战报时，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拿错了，于是呢，又把昨天的战报和今天的对比了一下。没拿错，但今天和昨天的战报有什么区别呢？哪怕你是大家来找茬的高手，估计呢也找不出一巴掌的区别。这一天呢，双方共交火了93次，在库皮扬斯克方向，俄军继续死磕新基夫卡，结果是毫无进展。在利曼方向，俄军依然是多点开花，从杰尔尼、扬波洛夫卡、托尔斯克3个村子的东面发起进攻，全部被乌军击退。不知道是冬天的地面太滑，还是乌军工事修得太好，俄军在1周的利曼的进攻几乎没有成功过，哪怕空军与炮兵大量投入，可战果却是一点儿也没看到。在巴赫穆特方向，俄军就像是在复刻友军战线，从博赫达尼夫卡、伊万尼夫卡、克列谢耶夫卡、安德里夫卡4个村子的东侧发起进攻，战果呢也是毫不客气地复制过来，全部被乌军打了回去。只有在安德里夫卡的铁路争夺战上取得了30米的前进。不过这段铁路呢不完全掌握在手中，那都是毫无意义的战果。毕竟俄军不能给火车安上翅膀，飞越乌军的炮火吧。在阿瓦迪夫卡方向，俄军依然是执着地想要包圆这里。北面焦化厂的战斗，由于俄军急躁的情绪，反倒被乌军反推了几十米，只能说欲速则不达。而扎波罗热方向，乌军选择了防守态势，俄军想要反推，可是失去了龙牙的帮助，面对乌军的机械化部队又打不出硬仗，所以失败在出击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。在赫尔松左岸方向，双方主力在克林基南侧森林区域与 M14公路之间区域展开争夺战。俄军出动了空军，向这个区域投掷了 FAB-500航空炸弹。波伊马和皮沙尼夫卡双方呢，依旧是小规模阵地战。虽然这一天战报堪称是复刻版，但
并不代表是坏的一天。恰恰与此相反，这2天呢，对于泽连斯基来说，绝对是被好消息拥抱的一天，因为援助从四面八方赶来了。荷兰拨款了900万欧元，以支持乌克兰调查和起诉国际罪行的能力。德国国防部长表示，虽然到明年春天时，欧盟向乌克兰提供100万枚弹药的目标可能是达不到，但他承诺近几个月德国将提供近20万发弹药给乌克兰。同时，英国也宣布了对乌克兰新一揽子援助计划，援助将超过4600万美元。这笔资金是英国在2023到2024年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总额的一部分，援助总金额呢为1.6亿美元。除了欧洲的援助，日亚洲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，他们也要提高向乌克兰的援助，一次性提供10亿美元，后续并准备将援助总额进一步增加到45亿美元。这些援助呢，也刺激到了美国。美国总统拜登向参议院表示，不支持乌克兰简直是疯了，这违背了美国的利益，这是错误的。随后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·布林肯就发布了新的援乌计划，美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.75亿美元的新武器包。五角大楼公布了新武器包的清单，其中包括了 AIM-9M 和 AIM-7防空导弹，海马斯的弹药155毫米和105毫米口径的炮弹，HARM 反雷达导弹、陶式反坦克导弹、标枪和 AT4 反坦克系统。除此之外呢，该计划还包括了超过400万发小武器弹药、牵引车，以及用于清理障碍的爆炸性弹药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设备等。这段时间，美国和北约对乌克兰的这波援助，让乌军的弹药得到了补充。今年冬天对于乌军来说，应该不会太难熬。最后呢，咱们再来看看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的第3个火药桶的委内瑞拉。12月3号，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·马杜罗将邻国圭亚那的2/3的土地并成了委内瑞拉第24个行省，在2天后就派遣了探索石油的专业团队。当然，这肯定是没有问圭亚那的意见，毕竟那在委内瑞拉眼里已经算是国内了。不过呢，就算不问也知道答案，圭亚那那肯定是不愿意啊。12月7号，圭亚那总统就委内瑞拉入侵的威胁向全国发表讲话。总的来说呢，就3点。首先，圭亚那正在采取预防措施，国民请勿着急。其次，圭亚那武装部队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。其实稍微有了解的就知道，圭亚那的军队就1000人左右。如果和委内瑞拉对比的话，不如直接投降。委内瑞拉国内的坦克装甲车数量比他们人都多，正规军接近10万，还有100万的预备役。就算两国交战地区多为丛林地区，大概有16万平方公里吧。这种地形坦克确实是不太好用，可也架不住对面人多呀。更何况这么大的面积地区，1000人该如何布防？而且委内瑞拉近年来重金购买的 T72B1V 主战坦克、BMP3型步战车、BTR80A 轮式步战车、2S19联盟152毫米自行榴弹炮、EBM30龙卷风300毫米远程火箭炮，虽然都不算顶级装备，可是对付1000人的武装还是不费吹灰之力的。而圭亚那总统伊尔法安·阿里是丝毫不惧，他选择摇人，这也是他讲话的第3点。别看圭亚那国家小，但他的盟友可都是大佬，美国、巴西、英国和法国全是大哥。现在小弟受人欺负了，那大哥不得表示表示，这也是阿里不慌的根本原因。也是在12月7号上午10点，全副武装、荷枪实弹的民间石油勘探队已经出发了。也在同时，巴西在两国的边境城市博阿维斯塔驻扎了第18兵团。该兵团呢，由第12机械化骑兵中队的基础上组建而成。巴西国防部向该兵团加派了600名士兵，以及6辆 VBTP MR 装甲车和6辆119装甲车和16辆 Livco LMV。不过呢，面对委内瑞拉的部队，这些还不够，而且有人在推特上说了，美军已经在路上了，可是这并没有官方消息。如果兄弟们想要继续了解委内瑞拉和圭亚那的纠葛，不妨在评论区告诉大兵，大兵会单独出一期节目来聊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好了，今天战报就到这里，我是大兵，我们明日战报再见。